Hello， 大家早安。这次我们来伦敦跟巴黎玩，那这次我们订的住宿都是有厨房的那种住宿，然后我们都住得非常满意，然后想要推荐给大家。如果对伦敦、巴黎住宿有兴趣的话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回到超级狂风的英国了。我们这次呢，特别是选了一个有厨房的住宿，因为就是光想到回来英国要吃英国的食物就有点紧张，所以呢，就是还是选了一个有厨房的住宿这样。然后等一下就开箱给大家看，我觉得我这次的住宿选的超级棒的。这次的住宿我选择住在 Stratford， 这里也是我之前在英国住的地方。这个点交通真的很方便，几乎所有的地铁都会经过。如果你是搭欧洲之星来的话，可以搭火车7分钟就到这里。要去欧洲搭联航，通常都是 Stansted Airport 进出，这里也有机场直达巴士。如果要回台湾的话，也可以搭伊丽莎白线直达希斯洛机场，推荐给想要来伦敦玩的大家。一进房有3个门。然后第一个门打开是厕所，厕所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小马桶，然后一个小的洗手槽，然后上面是镜子，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房间，打开是浴室，哇，超棒哦，是干湿分离的。这里有一个超大的洗手槽，然后上面是一大面的镜子。然后旁边这里是洗澡的地方，而且有浴缸耶，超高级的。再来一进门的右手边有一个全身镜，然后往前走再开下一个门，是房间，好赞哦！是一个双人床的房间，然后这里有一台电视，带大家看一下夏天的伦敦。是不是真的超级漂亮？真的会骗人留下来。房间里还有一个巨大衣橱，里面有多的枕头，然后还有烫衣服的东西。这个是一个门，然后可以打开，然后这边就是直接可以看到客厅。那因为我们的客厅是有加床，所以呢，现在上面是放了2张床，然后总共就变成4人房。那如果没有放床的话，它会是一个沙发。一样回到门口，然后往右边的门转，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话就是刚刚的客厅，然后有个电视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小桌子。那这边呢就是一个办公桌，然后这边有一个2人的餐桌。最棒的是，就是这里有一个迷你的厨房。迷你的厨房的这边有一个微波炉，微波炉的下面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冰箱。厨房这边也是应有尽有，有四个瓦斯炉，还有 Nespresso 的咖啡机跟一些杯具，煮菜的东西器具都很齐全。然后还有一个小的洗手槽、垃圾桶，然后洗碗的工具这里也有。这里的话还有个超大的洗碗机，然后在微波炉下面这边呢有应有尽有的餐具，应有尽有的锅子。还有更大的锅子在最下面这一层，真的是一个很完整的厨房耶。烤面包机，连杯碗瓢盆都有，杯子也是要什么有什么。这间住宿有冷气，非常重要，值得标记。真的很推荐这次英国的住宿，因为住宿地点不在市中心，相对于市中心的住宿 CP 值真的很高。且这个住宿有柜台，房内需要什么协助都会有24小时的人协助帮忙。爸妈形容回到这里很像回到自己家里那种放松的感觉。此外，这间住宿离各种超市都很近，不管是 MMS、Waitrose 或是中超，想要自己煮也很方便。这一带附近还有一间希尔顿跟 The Stratford， 也都很推荐。重点是交通非常方便，隐藏的英国好物推荐给大家。我们这次非常幸运，住在巴黎大道，就是巴黎2区的这里的 Airbnb， 一个晚上大概就是7000多块，然后4人房，是没有警卫的，是要按密码然后进去，然后里面是有一个很小的电梯，然后原本我们还以为要爬楼梯很可怕，而且里面的格局超级漂亮，然后等一下就开箱给大家看。
得应该要有。哇！一进门右转就是我们的客厅区，然后有一个超级大的沙发、小茶几，然后跟很漂亮的门窗。我们现在来看看窗外风景。Bonjour! Hello, Paris! 然后右手边，这里就是超级漂亮的小厨房，是整个小厨房超级无敌漂亮，根本就是 Dream House 的等级。首先这边是有微波炉兼烤箱，下面呢有面包机，然后煮水的，然后还有 Nespresso 咖啡机，然后这边是电磁炉，然后 Nespresso 咖啡机还有送胶囊，然后还有一些茶的部分。碗盘们都非常的齐全。最担心的调味料部分这里也有，就是要油啊、盐啊、胡椒啊，就基本的配都有。然后这边也可以洗碗，洗碗巾也附了，然后洗手的跟一个非常迷你的洗手槽。柜子打开呢，里面就是有餐具们，就是真的是什么都有，完全就可以在这里生活。这边的话是煮饭的一些器具，在下面锅碗瓢盆全部都有，真的是超级完整。再打开，这里有个迷你的冰箱，这空间算是非常足够了。然后我猜到了，这里有洗碗机，然后再往右走，这边有一个门，这里打开就是其中一个房间，双人床，左边有桌椅。在这个房间的右手边就是浴室，它跟厕所是分开的。那它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浴室，浴室非常大间。我在看评论的时候，大家就有说这边的浴室非常大间，很推荐。然后左手边这里就有小小的洗手槽。在开门的右手边也有另外一间厕所，所以它是有2间厕所的。分享，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这间饭店有冷气，它的冷气非常低调，在电视的下面。电视，然后下面这里这个就是冷气，然后它冷气的开关在这里。这真的是夏天来巴黎旅游非常重要，就是一定要有冷气，不然在房间里应该都会被热死。这个沙发呢，除了是沙发，也是我跟我哥的床。翻。哇，里面就是床的样子。好，我先放要这样，晚上再摊开来给大家看。这是沙发床推开的样子。我们要来搭超小的电梯，很窄哦。推，里面好窄的，推。好小的电梯，好挤，脸都好大。这个住宿最棒的是它还可以寄放行李，那一样是无人的，要自己输密码。虽然整体是无人的 check in check out， 但整个体验都非常丝滑，然后超级推荐这间住宿。它的小缺点的话，应该是楼板比较薄，所以比较容易听到脚步声。那如果对这个脚步声比较敏感的人，可能会有点介意。以上就是伦敦跟巴黎住宿的分享，大家更喜欢哪一间呢？这支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